大家能听到我们声音不？这个一般直播开始了以后的第一个问候话都是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因为不确定整个的环境是不是正确的啊。大家好啊，这个我看有人在祝我们清明节最后一天了，这个我们还是祝周末愉快就好了啊。清明节这一天确实不太适合祝愉快这件事儿。对，这个上面还有人来的比较早啊，问这个马斯克还能不能支棱起来？现在看到的信息，一方面好像 Model 3要降价，这个应对一下苏七，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好像是在美国推送了 FSD 以后，准备上 Robotaxi 了，而这个才是真正对电动车有变化的。一旦上 Robotaxi 以后，可能就跟我们现在的叫做什么东西一样，就是共享单车一样。大家会发现，共享单车上来之后，原来可能1000块钱以内的自行车就没了，然后现在大家都去买那1万块钱以上的自行车去了，对吧？然后这个1000块钱以下自行车，大家就骑共享单车就完事儿了，对吧？所以我觉得那可能是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吧。好啊，那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直播话题。最近呢，也是在开源圈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有一个项目叫 XZ，然后呢，号称是被投毒了。因为开源项目投毒，其实对于整个开源文化来说都是，巨大伤害的一个事情。昨天我直播的时候也讲，我说中国互联网和新能源车之所以能够弯道超车，核心原因是靠开源。如果没有开源的话，中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什么新能源汽车这些事儿，都不可能说我们现在就实现这样的这种跃进。但是，一旦是有人开始往开源系统里面去投毒这个事情，就实在是完全等于破坏所有的事情的底层了。然后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钟表伟啊，我的好朋友，也是天工开物基金会的负责人，对吧？然后我们一起来讲一讲这个投毒事件以及对于整个开源生态的一个影响。然后在这个之前呢，先跟大家看一个好玩的东西，是我收到的这个是我的啊，这个反了，顾问反了啊，OK，对吧？对，这是我的这个天工开物基金会给我发的这个顾问的聘书，对吧？然后以后大家跟开源有任何的想法，说我想开源，或者说我开源了以后到底能干什么，怎么通过开源项目来去这个实现我的一些商业目的，然后可以邀请我们来去做顾问。啊，这个也是欢迎大家来加入。然后呢，我们通过开源的方式，怎么能够让中国的互联网，让中国的各种有趣的事情吧，走得越来越好。好，老庄，你来个开场。哎，大家好，一个老范这边是老朋友了，经常会过来，反正有点什么事情，老范就会拉着我说，要不咱们聊聊啊？我说这一次 XZ 的事情确实很大，整个圈内包括开源圈，包括安全圈都在非常热烈的在聊，而且聊出很多话题来，很多衍生的话题。所以老范找到我，我也很高兴啊，我做了一些准备，今天可以跟大家好好聊一下。对，那么首先可能要为我们这些不是那么了解 XZ 事件的人呢，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普及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然后呢，被投了个什么样的毒进去？这么理解吧，就是 XZ 是一种压缩库，或者说它是一种压缩工具。这种压缩工具的话呢，主要是在 Linux 的操作系统很多的发行版当中都会用到的，它是一个非常使用非常广泛的一个压缩工具库。然后呢，这个工具库当然它在一个开源社区里不断的被开发，已经开发10多年了，然后不断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发行版，比如说 Ubuntu 啊、Debian 啊，或者说是 Fedora 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发行版都会用上它。那么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 XZ 升级了，它就会去通知这些下游的这些发行版，就说，我升级了，你们要不要也升级？然后这些下游的这些发行版，无论是 Debian 还是 Ubuntu，他们都会陆续的把这个包也升级到这个最新的版本。这就是常规的流程啊。其实所有的开源社区，它都有一个供应链的关系。就是我们说供应链，就是说最上游可能只做一个非常小的组件，
然后这个小的组件呢被一个大一点的开源软件或者开源工具给它包起来，变成一个能用的工具。然后这些能用的工具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又被组合起来，被放到一个叫做操作系统发行版这样的一个版本当中。比如说 Debian 就是一个著名的操作系统发行版，Ubuntu 也是 ，Fedora 也是，还有很多了，包括国产的也有很多的开源操作系统的发行版，他们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他们会把这些再集成起来，最后发布一个大的版本。这里面就有好多个版本号，就是组件的版本号、工具的版本号和操作系统的版本号。那么这一次的投毒呢，其实也是有一位这个微软的安全员，他去发现，就是说他好像是做这个 PostgreSQL 的，他做 P 级的。但是他在做 P 级的时候呢，做了一次集成测试，发现因为什么什么东西升级了以后，内存占用突然上升，然后再去反查，查到了是这个组件，说这个组件怎么会导致内存上升呢？然后再接着查，发现这个 XZ 的这个压缩包其实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实现了某种的恶意注入，通过恶意注入在一个操作系统当中就能够开一个叫 SSHD 的后门。然后通过开了后门，那么就类似于就是说我先进到你家，而且是你把我邀请进来的，然后呢我在你家，然后呢趁你不备把你家锁换了，以后别人要想再进来就直接开门，就不用我再帮忙开门了，就别人就直接能进来，这就是后门。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是连投毒带恶意攻击加塞后门，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是大概是这样一个事件。这个我们先讲到这儿，看看老范有什么问题。我稍微补充一下啊，这个事情呢，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刚才我们讲的Ubuntu啊，还有 Debian 这些东西，其实用户量是很大的啊。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引用点是 macOS 上的 Brief， 就是它那个 Brief 包管理里边用的也是这个东西，而且好像也在去做升级那个 5.6 还是 5.6.1 的那个版本。然后呢，这个是离我们非常非常近，因为我电脑里就有这玩意儿，而且我每天都会更新去升级这个东西。我电脑里所有的包都是拿这玩意儿管理的，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投毒后门投毒的事件嘛，然后呢大家就去追查，就一直往前追索，既然这个软件坏掉了，那么谁搞坏的，谁往里面加了代码，然后再去查时间线。其实我看到的有一篇360威胁情报中心的一篇公众号的文章，他是从技术角度讲得非常非常细了，就是这个人他是其实非常隐蔽的一段一段的在做事情。是第一段他首先就是再往前追溯的话，是他首先是以一个完全正常的开源的开发者的身份，在这个项目当中贡献了3年。在3年的时间里面，对，卧薪尝胆，在3年的时间里面，他一直是在做正常的、有效的，而且是被这个开源项目的原始作者，就是第一作者，是感谢过很多回了，就说特别感谢他的贡献，他帮了我很多忙，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先往里面加了2个2进制的包，这2个2进制的文件呢，当时说的是这2个包我是用来测试压缩能力的，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压缩库嘛，那你往里面放2个用于做压缩测试的文件很合理，对吧？然后接下来呢，他又搞了一个脚本，后面呢又加了一个编译红，这具体的我不解释了，就是说这2个东西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先把这个压缩文件，就是他之前上传的那个压缩文件里面的内容读取出来，然后再做替换，就替换掉里面的一些关键字节，然后这个2进制的文件就变得有意义了。本来看上去就是没有意义的2进制的一堆东西，只是用来做压缩的，现在它替换掉了一些东西后，就变得有意义了。有意义了以后再展开，然后再把它混入到一个编译过程中，最后编译出来的一个点 .so 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它就有后门的能力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植入过程，这个太厉害了，是环环相扣。对，因为我看到的文件里还讲说他修改了很多东西，然后让很多这种能够检测恶意代码的这个可以忽略掉它这些包。对，这个是绝对是处心积虑，就是
而且就是说我另外还看了一篇文章，就是先说完360的这篇文章，360这篇文章里面其中有一个有一段话我是想读给大家听一下的，就是恶意提交行为的分析，就是安全社区统计了这个账号的代码提交时间分布，从时间分布可以看出，其在2024年的3月的这一次恶意代码提交时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异常，与以往的历史规律时间相差了近1个小时，近11个小时，与该人员的作息时间完全相反，所以不排除这个账号被盗用的可能。哦，就是最后也不一定是这个加谭干的事情，有可能就是他的账号被人家再拿走了。对，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分析，他就再往前追溯，就直接追溯到什么呢？就是追溯到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做社工时间线，就是说供应链投毒啊，它不仅仅是需要技术上的工作，它还需要一些社会学上的工作。什么叫社会学的工作呢？其实这里面就举了一些例子啊，就是说除了这个叫加谭的人提交了一些无害的或者是有价值的补丁之外，紧接着有另外的一些账号就在开始发邮件抱怨，说哎，谁谁谁的补丁，就是这个叫加谭的人的补丁为什么没有被合并啊？这里的补丁为什么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被合并呢？就是说其实这些邮件是在干什么？他们是在给这个开源项目的原始作者施加压力，就是说你效率太低了，你这个人家社区给你贡献，你都来不及接纳别人的贡献，你怎么这么忙啊？你都这么忙了，你能不能让别人来帮帮你啊？现在那个谁谁谁这个叫加谭的账号这么活跃，你为啥不让他来帮你呢？这个原始作者也觉得很有道理啊，说对啊，我在逐步的让他来接手这个事情。是。那么这个施加压力的两个邮件账号，后来一查无此人。OK，就是有可能是加谭或者是加谭的某一些团伙，然后在里边去做了一些事情。对，就比如说老范，你做了一个项目，有一个人来给你做贡献，你很高兴，另外有2个人在逼着你说你怎么这么慢呢？你能不能快点啊？这个明明愿意来帮你的人，你就应该把他接纳进来，让他继续更好的帮你，给他更大的权限，给他更多的维护的权利，最好能够让他直接提交代码，甚至都不需要经过你的审核，因为他已经可以让你信任了。反复的有人在在耳边帮你吹这样的风，直到你完全信任他为止。就是整个开源社区的运作方式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信任不断积累，然后不断提升效率。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像什么银行系统啊这种，就是你每个人提交代码上来以后，我都要 code review， 然后再反复测试，然后再上来，因为它不是这样运作的一个机制嘛。你要这样运作的话，那开源系统整个的效率就太低了。对，所以就说这件事情如果不出现最后的投毒，前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在开源社区里太常见了。是。我们看到过无数回，每次都是有一个很热心的开发者，逐渐的成为社区的核心贡献者，最后被接纳为 committer， 接纳为这个叫做 maintainer， 就是维护者，最后甚至这个老人退休，说哎，我以后这个项目直接移交给你，是，然后就移交了。所以在开源社区，我们之前还看过另外的几起投毒，这个不是第一起 ，XZ 不是第一起，之前有过一次，最糟糕的一次，是有一个家伙说我厌倦了，我不想干了，这个开源项目谁爱用谁用吧。另外有一个人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跟他聊了2回，就2回啊，然后他就二话不说就把这个项目的所有权转移给对方，然后这个对方直接就在他的项目里加了一个挖矿的代码。OK，这也是很神奇的，对，所以这样的一种投毒，就是在开源社区里面的，通过信任，然后通过信任获取权限以后往里投毒这件事情发生过不止一回，而这一次最让人紧张的是前2年半3年的时间，它都完全正常，这个太恐怖了，确实是吓人，对，还不是突然冒出来，就是我真的老老实实在你这里边折腾了接近3年的时间。对，
对，那么就处这一次的话，心积虑啊。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讲什么呢？说这个就是并没有造成巨大的影响，对吧？它是这个在大面积被应用之前发现的。那么这个事情它准确吗？还是说这个只是想安慰大家一下不好意思，没听清，我刚才家里面有电话。？OK，就是这样，就是这一次呢，讲的是说它这个漏洞在大面积被推广和应用之前被发现了。嗯，那么呢，这个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影响，这个事儿是事实呢，还是说只是安慰我们？是事实，是事实。对，因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开源社区就是一个我们刚才在说到供应链，它的供应链不像是一个开源的供应链，特别不像一个企业的供应链。企业的供应链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明天你要出货了，那么这100万台车或者说是100万款开源软件，或者说100万款商业软件，那肯定是批量出去的。是，我咵嚓一下我就全搞定了，而且明天就发货。但是在开源社区，任何的供应链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它都是陆陆续续的，它没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表，没有谁来规范你第一步要做这个，第二步要做这个，然后大家约好了明天 deadline 必须发布，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反而因为你先走一步，我晚2步，他后天再走，所以才会不容易发生群体伤害事件。就是说，大家都是你陆陆续续在过马路的，反而不容易一把被撞死。好吧，但是你要是齐步走往前走，那就很危险，对吧？是这一次呢，你看，一方面呢，有很多人讲说这个真谈，假谈吧，这个非常的处心积虑，非常的卧薪尝胆，然后用了3年的时间。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人在讲说，他之所以这次被发现呢，是因为最后太着急了，然后呢才被发现。那么你觉得他如果比如说怎么能够再耐心一点，然后降低被发现的可能性？我们不要替他想这个，好吧？有很多无数的人在琢磨这个事情，真的 OK 一定会有无数的人在琢磨，而且我相信有很多的职业黑客，就是他们是真正的坏人，他们一定在做这个事情，而且现在肯定有，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假设，就是说他们会做2种类型的事情，一种类型成本更高，就比如说像一个常年的伪装，他们可能会做，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去瞄准那些有价值的高价值账号，就是像家谈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罪犯啊，不管他，但这个账号绝对是高价值账号，那么只要想办法把这个高价值账号拿到手黑掉，接下来再投毒，那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的，这个太恐怖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替他们想，他们太懂了，好吧？我们不去研究做坏事的事情。对，那你觉得现在因为事情出了以后呢，家谈这个人，或者也没有任何人出来说我对这事负责任，或者说我的账号被偷了，然后怎么样，谁都没出来说这个事情。你觉得这后面的这个就是各种比较大可能性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啊，就是说实话，所有的这种黑客最强调的就是一个闷声发大财。闷声发大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想办法弄一个很厉害的技术，或者说我发现了一个后门，我谁都不说，我甚至是埋了2年3年之后，我说不定这个都已经榨干了以后我才对外说，在没有榨干这个后门的价值之前，我可能发展了几百几千甚至几十万台肉鸡攥在手里，然后再用它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这是我的收入的来源。在这件事情当中，我越晚被暴露，我越赚钱，这是一个巨大的生意。在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跳出来说我为这件事情负责？我负什么责啊？我赶紧的，我有时间，我赶紧去找下一个漏洞去了，我赶紧的去挖我的下一个收入来源去了。那么，如果这个家谈的账号是被盗了，那么原来的这个家谈至少应该跳出来说，我的账号被偷了，不是我干的，对吧？既然他没有说，我们是不是基本上可以判定他就是这个黑客本人？不好说，我现在没法判断。我们假设现在网上在推特上有一个人出来，他说我就是原来的家谈，
但是我现在账号被盗了，所以我登录不了原来的 GitHub 账号。但是你们相信我，原来那些代码都是我写的。你说你怎么信他？对，现在就是怎么证明你这个问题是一对啊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好对，现在假设我们说，假设有一个人，他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声明，说我就是原来的家谈，我是被害者，我是谁谁谁。好，然后呢？然后接下来他的行为到底是更可信还是更不可信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遇到这种事情，如果是我的话，我以后这个账号我也不用了。因为我咋办嘛？除非在此之前，就是说在这个账号被盗之前，我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发表演讲啊，写博客啊，写文章啊，已经在说引用到家谈的这个账号，引用到我过去的工作，这个时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之前这个人从始至终只写代码，不在任何其他地方用到这个账号，当然我反过来说，这样的一个推论就是这个账号更有可能就是一个只用来干这种事情的账号。因为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做开源的人，他往往会除了写代码之外，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地方去社交啊，去社区里面去写邮件啊，去发一些这个博客啊，去做演讲啊，这个其实一个常见的社交行为。如果他只有代码提交行为而没有其他行为的话，其实说实话，这个账号非常的居心叵测，就是因为他的形象太单一了。程序员里面这种人还是蛮多的，就是很宅的这种程序员。也是，确实是，所以你不能够因为这个就怀疑他是坏人。好吧，OK， 那你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等于发现了一只蟑螂，那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家里头很多蟑螂？肯定是这样，肯定是这样。OK， 就是甚至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安全圈子里面，我们会分两种类型的安全漏洞。一种安全漏洞就是已经爆出来的有 CVE 编码的安全漏洞。这些已经是在社区里面公开曝光的，甚至那些曝光出来的 CVE 的漏洞的编号，你去搜，还可以搜到怎么修复它、怎么替换它都有。但是肯定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漏洞，是他们还处在社区讨论的阶段，就是他们在邮件列表里面讨论什么呢？讨论这是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大概有多严重？它的级别、它的安全等级大概有多高？它的可利用性怎么样？他们肯定会先讨论嘛，讨论最后再决定说，哎，我们得去报一个 CVE 漏洞去。那么再往前追溯，再有一个阶段，甚至是在一个非公开的地方，他们在讨论的是什么呢？哎，我发现一个 bug， 比如说我在公司里，我跟你说，哎，我发现一个 bug，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奇怪啊？对吧？你也会说，哎，确实有点奇怪，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事情有可能我们在公司内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 bug 去规避掉或者绕过去了。甚至因为我们不够专业，我们不是做安全的人，我们虽然发现了 bug，但是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反正只要怎么样，写一个 if else 就可以把这个 bug 绕过去。绕过去了，它事实上这个漏洞已经进入了我的系统。但是它不影响我的正常工作，因为我通过 if else 从功能的角度它绕过去了。但是后门也种下了，我依然不知道。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后门，很多的安全漏洞会出现在生产系统当中。是，我们不知道。是，对，再往前还有很多的事实上没有被人发现的 bug。是，再往前才是，说不定这些 bug 当中有些是无意当中写进去的，有些是有人有意写进去的，恶意的。我无法判断。是，对，因为我们以前是在安全公司里嘛，就是猎豹实际上是安全公司。对，我们处理这种问题的很多的，或者说我们见过很多人处理这种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每天盯着安卓的开发版的升级，因为每次安卓升级的时候，上头会显示我们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版本，然后修复了哪些 bug 哪些漏洞。但是这个版本升级上去以后呢，其实可能只有谷歌的这个Pixel 然后 Pixel 这个手机升级了，然后其他手机都不升级。那么实际上其他的手机就带着这个漏洞在外面在跑，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就会有很多的人开始利用这些漏洞，然后在
甚至那些手机可能会在未来的1、2年里头都不会去升级，然后呢再去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是这样的。说实话，那种随时随地像你说的，你每天都要升级你的 Bro 的那个行为，不见得是一个安全的行为。我劝你就是不要定期，不要随时随地，只要有新版就升级，这是一种习惯。有很多的极客和这种 IT 爱好者喜欢有升级我就升级，但是这意味着安全也是不可控的。说实话，是它会有这样的情况出来。对，我看我们刚才把这个方向带的稍微有一点点偏啊，因为有人呢在给我们留了言说开源系统都有毒了 ，GitHub 应用还能信任吗？对吧？还有人在去讲说这个真的没有影响吗？反正我越来越反对开源了，尤其反对大厂直接接受开源，对吧？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都是开源圈的，我们在这个鼓励开源项目，鼓励这个开源事业。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挫折，不能这个把信心打没了，对吧？其实我们在大厂里干过活儿，就是我们在公司里面一直都跟老板或者说跟所有的研发的主管宣传的一个理念，都是叫开源不等于免费。就是开源之前给人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就在那儿，它随时可以被我下载回来。我抓回来我就可以用，我不需要花任何的费用，我就能用起来。但是我们一直在企业内在宣传的叫开源不等于免费，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抓回来了，看上去是不花钱的，但是你必须在企业内部持续的投入人力、物力、资金和技术实力，去保证它长期可用、长期安全，这是需要费用的。这些费用就是一个企业在计算自己的研发成本的时候要考虑进去的，所以开源不等于免费。但是它的潜台词是开源毕竟便宜，就是我们要去算的是一个总成本。就是说你一开始说，哎呀，这个开源我都不敢用了，好啊，你不用啊，你不用了，接下来你准备花多少钱呢？如果你真有钱，你从头到尾你不用开源，你全部买商业软件，而且还有很多东西商业软件都没有啊，没有，不是说现在你只要花钱就能买到，所以还有很多商业软件是没有的，没有的怎么办呢？好，你再掏钱请自己的程序员来开发也行。那你又怎么保证你自己花钱请的程序员的水平足够高，他们开发出来的系统没有漏洞？谁敢说？连微软自己 Windows、Office 都不敢说自己的系统没漏洞，那人家多高的程序员的工资照样有漏洞。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不是说哎呀，因为开源出了安全漏洞，那闭源软件也有安全漏洞，这你知道吗？微软 Office、Windows 它的这些操作系统，它也定期的要对外报安全漏洞的，还要定期的帮你升级的。你们用 Windows 的，你们安全补丁不打吗？照样要打呀。那就证明它也在不断的发现自己的安全漏洞，不断的在补啊。对，这个像我们以前做金山毒霸，那肯定是要利用各种微软的叫非公开接口，然后才能去杀病毒嘛，要不然你说人家的所有公开接口怎么可能允许给你权利去杀病毒呢？这个事儿是肯定没戏的嘛。而且我们当时也遇到过，就是微软有一次把非公开接口改了，因为非公开嘛，它改的时候它不需要发公告的，改完了以后呢，就导致这个装了金山毒霸的这个 Windows 就直接蓝屏这个事情我们是遇到过的。对，那么其实你看这一次的事件，有人就讲了说，像Debian呀，这个乌班图啊，他们去升级这个 XZ 包的时候呢，他压根就没查，就直接把它挂进去了。然后有些呢就查了，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比较混沌的一个状态。但按道理说，就是像刚才你说，开源不等于免费，就是我使用开源软件的时候，我应该自己去查一下。但其实隐藏所有这些漏洞也好，或者是恶意代码也好，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这个把它隐藏在巨大的代码量里。对吧？那么这个实际上你最后是没法查的。XZ 我估计它应该本身的代码量应该不是特别大。至少 XZ 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不是通过看代码看出来的，是，而是通过它的最终表现看出来的。
就是说代码大家没看出来就已经合入了。然后直到它的表现有点异常，看上去内存占用啊或者什么进程啊什么的不太对，然后才发现的问题。所以这个已经很难查了，说实话已经很难查了。光靠这个社区里的 code review， 通过某种的安全的扫描很难发现的，非常难。了解。那么你觉得，比如说我们现在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我花钱，比如说老庄，你是一个进行这个软件服务的公司，我花钱请你给我一个可信的一个代码段，然后呢，我签协议给你，然后你给我去提供保障，然后甚至还有一定的这个对赌，说一旦出了问题以后，你要承担什么什么责任。然后另外不对，我不跟你签对赌的。不，这个是就是说商业协议嘛。然后另外一种状态的话，就是像现在这种开源的，我们把一个包放到社区里去，由全社区的人去检查，由全社区可能像刚才你讲微软的这些安全工程师，可能已经是最顶尖的这些安全工程师来帮你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但是你说这2种方式到底哪一种方式会更安全一点？它不是一种互相排斥的方式。就是我们理解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有一个公告栏，这个公告栏里面就是往里面放的就是最新的安全的告知通知。比如说我发现一个安全漏洞，我也告诉大家，这肯定是对所有人有益，对吧？然后呢，别人发现了一个，他也告知大家。当然没问题。那么这是一个最庞大的一个公共区域，这个公共区域里面我们约定好，每个人所有人，无论你是一个安全员还是你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甚至你走过路过突然发现哪里不对，你去找到了一个安全漏洞，你都想办法通过一种公开的渠道去告知大家。这样才能够实现某种更加安全的开源生态。这是大家都来说，大家都有机会来汇报。然后呢，有些企业他特别关注比如说特定领域的安全，那么他会请人专门来负责这个领域的，或者说这款操作系统的，或者是这个移动安卓的安全的研究，他专门去研究这个的。但是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些安全员在研究这个领域的特定安全的时候，他依然会发现一些其他领域的其他的开源组件的安全漏洞，他也会发现。发现了他当然也报，虽然这不是公司最关心的领域，但是他对社区还是有益的，他也会报。所以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共生态。这个共生态我们只需要去讨论的是怎么样让它更加繁荣。就比如说现在一年有1000个人报1万个安全漏洞，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它变成10万个人每年报20万个安全漏洞？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它会变得更安全。这个当中其实很多的大公司都在不断的做这种开源漏洞的安全激励计划。就比如说你报一个漏洞，我给你多少钱，是给奖金的，都在做。对，都在做。对，他们给奖金的。对，这个提醒一下，这个你那边是不是有人在打电话？是的，不好意思。这个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房间，或者是说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机位什么的？对，是。那么其实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是不是报的 bug 越多，或者说参与的越多的这种项目反而越安全？如果是说一个项目没有人报 bug，然后这个从来也没有人敢说它有任何问题的，其实反而安全性上会有问题的。我也觉得是，用的人多，骂的人多，报 bug 的人多，它其实长期来说安全性反而会高。是，对这个，那么这个国内有一些开源系统做控评这种事情就比较丢人了。就这么说吧，我其实之前我忘了有没有跟你聊到过，就是说有一个叫 Eric Raymond 的人，他就是他写过《大教堂与骑士》这本书的一位作者，他曾经发明过一个叫里纳斯眼球定理。这个定理的意思呢，就是说只要眼球足够多，只要看的人发现问题的人足够多，那么这个软件就会足够安全。他想以此来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开源圈子里面，像 Linux 这样的操作系统，它反而会比闭源的软件更安全，因为关心它的安全，为它的这个安全去操心，去发现问题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它反而会很安全。但是我们会进一步衍生这件事情，就是里纳斯眼球定理这件事情是对的，
但是现在的开源已经庞大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它不是只有一款操作系统叫 Linux， 它是有几百万个不同的开源软件。在这几百万个不同的开源软件，它们都会被人或多或少的使用，但是在这些开源软件的上面所聚集的眼球数量是严重的不对等的。OK， 我们在操作系统这个层面 ，Linux 内核这个层面可能有无数个眼球，几十万上百万个眼球都在看它，但是在一些非常小众的，但是又非常关键的开源的组件，比如说像这样的 XZ 的压缩包，事实上关心它的安全的人很少很少，直到它被曝光才会意识到啊，原来这么多地方都在用。就像之前的这个 OpenSSL， 为啥叫心脏滴血呢？就是因为最开始 OpenSSL 只有4个人在维护，没了。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关心它安全的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在没有被暴露出安全漏洞的时候，关心它安全的就4个人，眼球真不够用。虽然它也是开源。前面这个 Log4j 出事情那一次，也是所有人都疯掉了，因为用的人太多了。对，但是 Log4j 我们说它最大的问题是啥？就是它最开始开发它的人，就说我们说一个开源软件，它要想维持长期的吸引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多数人在一个新项目上来说都很关心，但这个项目开发了5年、10年甚至15年，越来越多的人说，哎，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软件了，我们只要用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关心它。那么就只剩下核心开发人员、长期在上面做贡献的人才会关心，其他人不关心了，就走开了。是我们呢下一个话题要引入这个开源这种商业生态应该如何盈利的问题。然后在这个之前呢，有人要乱入一下，这个 TinyFu 上来了。TinyFu， 哎，我已经进来了吗？哎 ，Hello。对，你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要讲点什么呢？稍等，我把我这边调整一下。你的声音不是特别好啊。现在可以吗？有点劈这个感觉，是你嗓子的问题，还是你收音设备的问题？那我换成这个呢？等一下啊，稍等，因为我刚才你太快把我拉进来了，所以我还没调呢，就进来了。OK， 行，现在这样吗？可以，现在可以了。sorry，我刚才刚进来，刚在调设备。是，我没听你们聊的之前那么多，因为我刚才突然发现你们在聊这个话题。老庄跟我想说的很多东西很像。因为之前就是有人就是开始 challenge 那个大教堂那个观点，对吧？说只要是这个集市比大教堂更繁荣这个观点，我就说了，他其实在那本书里提出的，它是一种畅想，它不是一个定理，对吧？包括刚才说那个眼球定律，那么我们也是明显的在这个 Heartbleed 和这个 XZ 事件看到，不是说一个组件用的更多或者它更重要，它就一定会被更多的人去参与 contributor 或者是参与去查看它的 bug，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开源有一个点，我觉得是以前被很多人忽视的点，就像刚才说眼球定律一样，就是说什么项目流行和我们有时候说什么项目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工程里头更重要，对吧？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有的时候是一个项目比较有意思，有的时候比较简单，有的时候比较酷，它会有更多的人去维护。但是像 Linux 这种，它是真正的明星项目，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XZ 和 Heartbleed 的那2次事件都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你觉得它是注释一样的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的项目，但它其实是一个从人数上讲并不流行的项目，没有人乐意去改它。而且说句实话，像 SSL 这种东西太复杂了，普通的程序员不知道那东西在干嘛，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参与。所以包括 XZ 也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平时会让你注意到的东西，它只是很多项目的一个依赖而已。就是从那个普通的用户的观点来看，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那么其实我们现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个很基石的项目被大量的系统所引用的一个项目，它呢没有分到相应的利润和利益，然后导致
对它的安全性的重视不够，或者在这上面放的眼球不够多，然后呢，导致我们比如说一些巨大的建筑的底层非常的不牢固。其实现在这个事情就是给我们提了这样的一个醒。你按道理说，如果这个项目是一个商业软件，那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的话，它可能就会分配到足够多的利益。其实你说有多少人看，在这个开源社区它是反过来嘛，就是说我们只要喜欢就会去看，不喜欢就不会去看。但是在商业软件里，它肯定是说你重要，我就应该让你挣到足够多的钱，那么才会有足够多的人去检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利益分配失衡了？其实也不是这样，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个也跟现在的我们计算机系统的一个现状是有关系的。就比方说，你说你是个压缩软件，对吧 ？XZ 我其实不了解啊，比方你是个压缩软件，理论上你跟互联网的安全是没有关系的。在单机时代，一个压缩软件有问题的话，它怎么会跟这个网络攻击产生任何关系呢？但是在今天，我们所有的软件都是互联网软件。就比方说，在10几年前、20年前，你写一个接 Pipe 的压缩的模块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有人会拿它去攻击一个网络系统，因为你大多数时候是单机使用的，或者你作为一个工具链，你是一个，也就是今天呢，实际上它就是 SSL 这件事，它100%是个网络应用，但是我们今天叫做注释的很多东西，它其实跟网络没有任何关系，它本质上跟网络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不是今天我们的计算机系统这么复杂、这么庞杂，但是你说哪个系统里头没有一个文件压缩，没有一个图片解析啊这种特别基础的东西，甚至一个读文本也有可能造成一个安全泄露。就是所以这个我觉得，第一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对的，但第二点我觉得也不用那么紧张。其实我觉得科技界有一些思潮，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就是说过分的紧张，就是说这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就是安全机制，它一定是一个补丁叠补丁的，一定是个出了问题我们才会意识到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人类的世界也这样，就是说你这个小区如果从来没有出现过盗窃案，你可能也不会觉得我们应该上电网。但一旦出了盗窃案，我们这个小区就上电网了。但是隔壁小区是不是还是不上电网呢？90%概率还是不上。所以我觉得第一是不用太担心，第二呢，我倒觉得最近的这2次讨论，包括 SSL 包括 SZ 的讨论，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提到另一件事情，就是也许我们未来更多要考虑到自动安全，就是各种各样的依赖各种自动检查软件和这个，因为可能以前啊，我们之前说的自动检查软件的时候还没有 ChatGPT， 这2年包括这个 Copilot 包括 ChatGPT， 新的技术要融入进去。比方就像你说的，我们觉得 XZ 是个注释，但是它维护的人太少，我们觉得 OpenSSL 是个注释，但维护的人太少。那么能不能分一些算力过去？就是当然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方法是一蹴而就的。当然我也是很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OpenSSL 和 XZ 这个事件也回过来给我们提醒说，我们之前大教堂和这个包括眼球定律都太浪漫了，对吧？太浪漫了。但是不是说他们是错的，精神上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太浪漫了。这个系统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你刚才说的我也很同意，就是商业和开源这2个东西其实是分不开的。就是以前我们过分强调开源或者过分强调商业的时候，其实忘掉一件事情，这2个东西是目前所有的大系统里头有机的结合成分，你缺一个都不行。没有一个系统，一个大系统，我指的是不是一个小系统，你当然可以全开源或者全商业的去做。但是今天我们用的大部分的系统，它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不要为一个理想主义的东西就忘掉它中间还有一定的空想。我不是说这方向不对，但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定律，它只是一个想象，它只是一个愿景。对，我现在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我们在一个社区里面。而在社区里面呢，它的人员构成永远是金字塔型的，就是真正能搞明白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或者能够理智的分析这东西到底为什么，到底是底层什么样的人，其实很少。然后大部分人呢，或者说不叫大部分，或者稍微多一些人呢，是能够一知半解，对吧？我大概听说怎么回事，然后大概怎么回事，然后呢，绝大部分人呢是这个跟随者，就是我就听这上面这些人说就完了啊，你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对吧？其实很多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像你刚才讲这个小区装电网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如此的，对吧？你们小区装了，那么别的小区我告诉你，其实它是会装的，因为我以前我记得是在哪年去广州，然后广州的那个楼就是从上到下都是那个叫什么防盗那个窗户，就是那个出去一块那个东西，对，因为他讲说1楼被偷了，他装了，装完了以后呢，就是人就可以爬到2楼，那2楼也得装，然后最后到10几层都在装。说你们见过有人能爬10几层从外面爬吗？那不管，我要去装，因为你说他真的能够理性的分析这件事吗？说我能够很理性的来算，说我装这个东西到底给我造成了多大的困扰，给我楼上的人造成了多大的困扰，然后呢，到底划不划算？他不会想这个事儿的，绝大部分人是非理性的。其实我想顺便说一下，企业也是非理性的，就看上去企业很理性，但是企业对于安全的看法，很多时候就是不出事故的时候，他就不重视安全，直到出了事故，尤其是给企业造成损失之后，他才会重视一阵子。注意啊，他是重视一阵子安全，接下来他又不重视了，直到下一次事故来临，他又中招了，或者他又被击倒了，然后他再一次重视安全。比如说这次有谁这个安全漏洞，他会重视安全漏洞；下一次有程序员把代码偷了，他再去重视这个代码安全；再下一次有谁这个，反正出一次事故，他会去管一个方面，他不会全部管，他会只管其中出问题的那一小块地方，然后全员核查，什么大家都去查一下自查，这就是企业的非理性。因为所有的企业从来都是说我要成本最小化嘛。那么没出事的时候，我当然成本为0啊，我的安全成本是0，因为我们没有出问题。那么出了问题之后呢，我也在投入最小成本，就把这一个洞补上。就像前面我们在说，房间里发现一个蟑螂，我们可以假设是有无数的蟑螂在后面，但是企业不是这么看，企业说这个蟑螂从哪个洞进来的，我们把那个洞堵上就行。是，这个洞已经堵上了，所以真正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个人非常赞同，就是欧盟的做法，就是他们会从整个安全的角度，对发生了安全事故的安全问题的企业去罚款，那罚到这个企业，对，那么罚了以后，这些企业就会意识到，我不但是要把这一个洞堵上，我还要仔细查一查，还有没有其他5个洞到10个洞。当然他不可能全部查的，他还是会做权衡，但是他的付出的成本的这个水位会上升，他会愿意付出更多，因为潜在的风险会更大，甚至其他的虽然没有被罚到的企业也会去查一下，哎呀，我公司里面有没有用这个 Log4j 啊，有没有用这个 XZ 啊，他也会杀鸡儆猴，也会去看一看，这样才是能够鼓励更多的企业更加长期的重视安全的一个办法，否则的话是做不到的。好，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啊，就是开源这种商业生态到底应该如何盈利？因为呢，最近还有一个事情是 FFmpeg， 对吧？他接到了微软的一个紧急修改 bug 的一个请求，他给人改了，改完了以后呢，他去建议微软去买他这种长期服务，然后微软呢没买，大概是买了一个几千美金的一个比较小的服务包，然后这些人就出来抱怨，我看许世伟还在上面在掺和这个事儿。说这个，你看你这么大公司，3万亿美金的公司，对吧？你还是紧急修复，修复完了以后，你就这打发叫花子呢，对吧？几千美金，你到底打发谁呢？这个事情呢，到底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啊？这样的一个软件，它应该如何获得收益？那微软它有钱，它是不是应该多给点儿，还是应该怎么样？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说实话，我们要从2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一个是 FFmpeg。那个官方账号他发的吐槽以及那个链接链过去的那个英文的那个讨论线索，而另外呢是推特上有一个简体中文的一个叫宝玉的人，是他翻译或者说他传播了这件事情。我去查看了原始的讨论，我没有看到什么几千美元长期合同，没有看到。这个话是只出现在了宝玉的那个推特里。OK。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对吧？就是宝玉扩大了这件事情，或者说他把这件事情变得更尖锐了，微软更可指责了。是，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
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在大公司里干过，就会知道，就是大公司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这些人他出来，然后在社区里跟人交流，很多时候说实话是会给公司丢人，甚至是会给公司带来这个安全就是舆论风险的。为啥呢？因为你说话说的就不靠谱，或者说反而会得罪人。就比如说这是一个微软的员工。这个微软的员工在那个邮件列表里面说啊，这是一个高优先级的 bug， 请尽快帮我修复，因为这个你们的这个组件，你们这个软件用在了一个高度很多人在用的一个 Teams 上。对，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微软大概就是负责 Teams 的某一个功能模块的，现在我负责的那个模块搞砸了，是，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急。所以麻烦你们快点帮我修了。这是一个在公司里面，干活的人最常见的一个态度。如果公司里有人摁住他的话，我觉得微软公司里有无数的人肯定想摁住他，你出去干嘛？你出去说这个干嘛？这个事情太多了，就是很多时候大企业里面的一些不靠谱的员工在外面为公司带来舆情风险，通常都是这样的原因。出去以后说，哎，我们微软怎么样？或者说我们华为如何太多了，然后就反而给公司招祸呀，招来灾祸。当然我并不是说微软这件事情做的就对啊，整个的这种。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员工的话，他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员工，我用了这个开源系统了，然后我也遇到问题了，然后我提了这个 issue， 可能还没人理我，然后我很着急，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提 issue 归提 issue 呀，提 issue 很着急很正常呀，我提 issue 我也很着急啊。但是作为员工，你在公司内和公司外是同时要做两件事情。在公司外，你管你去 push 社区，这个是要做的。就说难听点，我们谁不去 push 社区啊？我 push 完社区以后，社区有人帮我干了，我就捡着了呀。但是 push 当中要讲策略啊。你 push 的好，他能快点给你解决；你 push 的不好，就会反而引来反感。那么这就是你的社交能力问题，这是你在外面要怎么样做好的问题。而在企业内呢，你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尽快的绕过去，而不是等着社区解决，因为社区没谱，他不是一定会帮你解决的。你一定要想办法绕开这个漏洞，不要被他给你坑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做法。你在企业内部不应该是赶快去请款吗？去申请预算啊？不是，申请预算这太麻烦了。我们说在企业内申请预算，这已经是优秀员工了。就是一个本分的员工，他只是干好自己手里的那一份活儿，绕过去 bug 不要在我手里炸就行。我就做完了。我去找公司申请什么钱，申请预算，努力的去走通公司的政策，甚至去推动公司跟 FMPEG 去签一个长期合同，我犯得着吗？我说这任何在大企业干过的人，他会这么干吗？我就觉得太罕见了，这都是雷锋。一个在大企业里面做雷锋才能做到这个程度。倒也不一定是雷锋吧，就是或者要到某一个层级以上才可以去决定做这个事情。对吧？你如果是一个基层员工，你就只负责一个简单模块的话，他确实是考虑不到这种事情，对吧？因为我们以前我做你在一个公司里，就你这点级别，你能推动啥呀？你就就是级别不够嘛。对，我也聊两句啊。就是首先我觉得，当然那个老庄说那个细节啊，就是宝玉的翻译有没有扩大这个事儿，我之前没有注意到。但是我也觉得，就是 FMPEG 人家作为官方，人家吐一句槽。但是我们中文社区、中文推的社区，很多人就骂得很吓人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呢，你 Teams 里头一个关心 FMPEG bug 的这位程序员，他能是什么高层吗？他可能是 Teams 里头最基层的一个普通程序员。像老庄说的，可能也不太懂社区的一些规范啊。其实这个事儿啊不稀奇，我之前写过文章，还做过视频，就是说还不是 FMPEG，是我当时帮一个国外大厂哈，就是也是微软子公司了，现在说起来，然后做一些客服的工作哈，做一些这个咨询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大厂的原厂的美国的客服急了，不给这边修 bug， 然后中国区的一个员工就找到我哈，说让我来帮他们沟通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点，其实我觉得跟这事儿特别像，就是不会说话，你知道吗？上来就说
这是一个非常高优先级的问题。我们的系统怎么样了，然后怎么样，你得马上给我解决。就这种话，你知道，而且当时那个老外啊，当然是经过这个香港区的这个香港同胞转发过来，我才知道，就是说老外很生气的，还包括比方说写邮件没有什么 hi 啊 hello 啊你好这些东西没有，然后最后结尾也没有什么 thanks 啊什么 thank you for your response 啊，就这些都没有，就是一切的这个就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后来我去看了原文，是你就像是在命令人，你像在骂人一样。后来我就教他英文写作礼仪，我说其实我也不会，你知道，我是照老外给我发的信反抄一遍，人家怎么嗨我怎么嗨人家，就这么简单个道理嘛，对吧？人家一定要 thank you 一下，然后人家一定要说我什么已经 get your 什么 response， 对吧？然后 we will 什么，就是马上处理之类的，对吧？就是这种屁话你都得说嘛。我教完他了，人家老外就理他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啊，我反而把这话题岔开，我是中推最近我们这帮程序员戾气太重，就是微软这个就是一个小员工的事情，这谈不到公司整个的 policy 的问题，对吧？就微软怎么去做开源这件事，能跟一个底层员工怎么做，就那么大关系吗？而且他不是官方的去跟 FMPEG 去联系，对不对？他只是说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解决不了，然后呢，我觉得这是 MPEG 的一个 bug， 你来帮我改了。它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当然 MPEG 以后给了他一个这个，就是说咱们签个合同吧，那他就就选了一个最便宜的，这也侧面说明，在微软他可能也不觉得这是个多大的事儿，只不过那个员工在他的这个 payroll 里头，他觉得好像这个可能会影响我这个软件的表现，对吧？所以他很当回事儿。其实对微软来说，这不是微软跟 FMPEG 一个很重要的官方级合作，这也没有上来什么 COO 来谈判啊，法务跟上啊，对吧？这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去跟你打交道，你这谈不到微软整个对开源怎么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道理。当然，然后最近我们的另一个朋友，可能你们俩也认识，就是奶罩，对吧？因为说了一句开了一个员工，被骂了几天题，就我觉得。就是奶罩是不是个傻逼，或者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人，就只为这一条，你其实也得不到一个结论。好多人去讽刺他，对吧？好像说的奶罩以前也不行了，管过几百个人也不牛逼了，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事儿没那么大，微软这事儿也没那么大，奶罩的事儿也没那么大。我不是说微软不能批评，我也不是说奶罩不能批评，就这事儿没那么大。而且就是我觉得老庄说的好多东西我都特别同意啊。就是说我其实遇到过一个非常相像的 bug，我在做那个我用Apple 的这个 PTS 做语音生成的时候，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返回来的这个字段不对，也就是说你现在说我在说话，它返回来的那个就是它实际上说的是我，但它那个时间戳标在了在上面，就是你那个时间戳总会错位，你知道吗？错的很大。我的解决方案就是老庄说的，你要是给他报个 bug， 等他修 bug 不知道半年1年以后了，你先自己想办法的绕过去再说，对不对？绕过去，然后你提一条 bug，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社区很喜欢的方法，对吧？就是你不要提什么 urgent 啊，或者什么 priority 最高啊，你就说我们在使用中遇到了一个问题，然后另外这个孩子是不是要把自己是微软的这个程序员这个事儿挂在嘴边，我觉得可能也是个问题。就是你其实完全可以用一个，他提到 Teams 了，我觉得这是很愚蠢的地方，就是说，其实你向社区提的时候，你其实应该是，我觉得啊，就是一个标准的礼仪，就是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而不是说我们是 Teams， 所以我们很牛逼。这个确实是这孩子的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这扯不到公司的 policy 啊，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朋友嘛，也说不定是个实习生，对不对？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戾气太重。我觉得戾气重这个事儿呢，肯定不光是中国的程序员了，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在流传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是在上面找到了一些跟自己感同身受的事情，才会去让它进行传播，然后才会有戾气嘛。那么我们其实反过来看，像 FMPEG 这样的一个开源的项目，它到底应该怎么盈利，对吧？其实这是我们真正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它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叫微软的这个大公司，对吧？上来去这个用它的系统啊，那是不是就应该赶快说来
咱们签订一个这个长期的服务协议吧，然后让我的这个项目可以更好的活下去。因为 FFmpeg 是咱们现在用到的几乎所有的或者绝大部分的跟音视频处理相关的这个底层都是他们家的。因为我们以前做这个什么猎豹浏览器啊，做什么这个东西，只要是跟视频播放什么，全是他们家，这没什么好说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可能活得也没有那么舒心，对吧？但应该怎么能够改善他们的商业环境或者商业境遇呢？我先说啊，就是说啊，你先说也行，你先，老庄。我看到过有一段话，但是我忘了是在哪里说到的，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开源人可怜呐，他们要钱的办法，要么是乞讨，要么是威胁，要么是辱骂，什么意思呢？乞讨就是说你给我点钱吧，这个我已经穷得活不下去了，很多开源人有这么干的。然后呢，威胁呢，就是你看你这个安全漏洞，你不找我修，你问题很大。第三类的话呢，就是辱骂。辱骂呢，就是 FFmpeg 经常干的，就是把人家挂在耻辱柱上，弄了一面墙，说这些公司怎么样，他们不讲道义，或者说是没有公德，不讲武德，不肯花钱，挂一个耻辱柱。其实说实话，这个都不是什么正经生意，就是说。你无论是乞讨、威胁还是辱骂，你能拿来多少钱？你拿的钱太少了。这就是整个开源生态最可怜的地方，就是没有更多要钱的办法。你又要把自己，就是说，变成是一个为了全人类做贡献的一个开源的贡献者。然后当你想要伸手要钱的时候，你的面目就会很可憎。就是你都已经开源了这么多了，你还要钱？你说你这个人奇不奇怪？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呢，那么这样的一些开源的作者呢，他必须摆脱这样的一种面目可憎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必须抢占一个更高的道德制高点。于是就必须去攻击那些不愿意给钱的人，而不能够简单的去谈商业。就是这事情没法以商业的层面来谈。就是 Tiny4 其实那天在跟许世伟在争论的时候说，这不就是个讨价还价的事吗？但在开源社区讨价还价反而最难，因为他没法简单的讨价还价，说这是一个5000块钱的 bug 啊，还是一个200块钱的 bug， 没法这样谈。所以才会搞不好。我觉得这是开源社区的一种困境。OK， 我先说到这。对，我想讲讲，我觉得 FFmpeg 它有一定的特殊性。比方说它那个耻辱柱啊，它其实核心问题倒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它那个 GPL 的问题。GPL 的这个传染性造成一些，就是大家对 FFmpeg 是又爱又恨，对吧？因为你比方说你要遇到解码了，它确实是现在全天下第一的、最全的这么一个解码库，你很难绕过它去，对吧？但是呢，你说我做一个商业模式，我这里头解码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就像你说的，我做浏览器。这解码只是我其中一部分，或者我就算做一个，就算视频转换器，那么到今天其实仍旧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程序员来说，觉得我用命令行 FFmpeg 转码多简单啊！你找个普通人来看看，谁看得懂你那个复杂的命令行 ？FFmpeg 的命令行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命令行，包括这个视频里头，视频里头有无数的坑。我之前自己做一个小工具自己用啊。就是要去编咱们这个 YouTube 的编码，对吧？我就遇到了无数的坑。你要弄明白 FFmpeg 的命令行怎么用，你得对视频的码流、码率，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懂，你才能真正用好它。所以你说我们普通用户需不需要一些带 UI 的一键就能使用 Mpeg 这些超级能力的东西呢？但 GPL 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又阻止你这么用。对吧？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还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在 iPhone 上最早先出现的所有播放器，全是基于 FFmpeg 的，包括我们知道的，可能我们认识的几个朋友做的，中国和国外最早的1-2个播放器，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苹果它为什么不用 FFmpeg 呢？因为它是软解，苹果强调的是能硬解、能加速、能省电，所以它呢就是宁愿逼着所有用户都去用它的 MOV 和 MP4， 对吧？
他也不想把这个 FMPEG 引入到他的代码流里头，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FMPEG 到底想不想挣钱？就是开源社区的这些人们啊，他其实也分很多种流派。有的人我就是纯做贡献的，而且我做的主业，比方我的工作跟这个开源项目其实毫无关系。我可能在微软拿个高薪，我在 Google 拿个高薪，但我做的开源项目1分钱不挣，我也不想挣钱。而且这些人可能还会 diss 那些想挣钱的人。然后有些人呢，就是我做了一个开源软件，我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比方我是想卖 service， 想卖什么，对吧？还有一些人就是开源这个概念，它本身有它特别开放、特别包容的部分，但是反过来呢，这个文化里头，我认为也有带毒的部分，就是说，我既然这么高尚了，你是不是也得高尚？可是大家做开源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像我有时候以前咱们圈子里头，经常有人说，潘立富你这么牛逼，你怎么不开源个项目？我当然可以开源。但是我能不能把我现在我觉得我要收费的功能去开源，这是我要去考量的。包括其实就像刚才那个大教堂和这个集市这个比喻里头，很多人喜欢谈开源的商业模式，比方说我们有个几亿的安装，然后去收维护费这种东西。可是不是每个项目都可以做到几亿的安装，不是每个项目，比方说 OpenSSR 几亿、几十亿的安装能带来商业价值。就是开源的有一些模式是有一些软件能做的，有一些软件不能做的。就反过来说，商业其实也是一样，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说这事儿，就是第一不要戾气太重，第二你不要唯概念化，就只要开源就是好的，只要不开源就是坏的。这些观点在我们的圈子里头还是有很多人是喜欢这么说的，对吧？那么这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它不仅伤害做商业软件的人，他也伤害做开源软件的人。其实我的态度一直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我做一个商业软件，但中间有一块功能很不错，对吧？跟我的主流的业务又不冲突，比方中间是段解码或者编码，我当然可以把它开源了，对吧？但是我不会把我整个 app 开源。我做了一个 app， 我把整个 app 开源了，然后说兄弟们，我这个 app 已经挣了，我其实没有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已经挣了10万美金。你们快把我的 app 拿过来，重新打个包，直接放到 App Store 上去。我这不是有病吗？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对吧？就是这个生态，它应该对所有人都 mutual 的善意，对吧？你不能说你只要不是我这么玩的，你就有问题，对不对？所以 FMPEG 的问题啊，或者包括有一些开源软件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一开始你想做什么？在 FMPEG 这种做了 GPL 的东西，那我可能相信你可能是更这种理想主义的开源。可能你对挣钱就没有那么多想象，因为你比方说，其实像这样功能的这么强大的东西，如果你商业上更怎么说呢？更适配一些，比方你用了一些这个商业可以把你嵌进去更合理的东西，其实完全有可能很多人把你嵌进去以后，给你捐助啊，各种方式也能挣到一点钱，而不是就是其实我如果做一个播放器，对吧？我其实乐意给你捐个1000美金，或者如果挣到钱啊，捐个1万美金，但是你不要把我耻辱柱上去，对吧？但是你现在 GPL 你没有给我任何一条路啊，我不开源，对吧？我就只能上耻辱柱，那你说我怎么跟你？你都帮我上耻辱柱了，我还怎么给你捐个1000美金，对吧？这咱俩都成仇了，对吧？我不是说这个上耻辱柱的企业都对，但我的意思是说，你也要给别人一条路，如果你不给别人把你嵌进去的路，你的 business 就不可能做大。当然，我们也只是在揣测 FMPEG 这个项目有可能想挣钱，他说不定人家不想挣钱，人家只是让微软表达个态度，对吧？是也有可能，因为 GPL 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这个其实它所谓算耻辱柱，就是属于你违反我协议了嘛，你违反我的这个使用协议了，我给你挂。这个国内的一些播放器确实都被挂过，但是我们比如说完全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他现在等于就是有一个这个公司微软公司来的程序员就找他沟通了，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其实压根儿就不应该向这个程序员去提出来说，哎，你是不是应该定一个长约？这不是这个程序员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或者说他整个这个刚才我们批判了半天说这程序员怎么不会说话，对吧？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反过来说 FMPEG 你是不是也不太会做生意啊，对吧？所以这问题是出在，也许人家不想做生意，就我们也不能揣测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对，我稍微说两句，就是从这个一个开源的基金会的立场稍微说一说，就是我在天空开悟基金会，其实我出去跟很多企业在聊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说，我不是来劝你捐项目的，
我也不是来劝你的企业更多开源的。我们首先来谈的是对你的企业来说更好的开源生态，更好的技术生态，更好的经营模式是什么。就本质上来说，一个开源的基金会不是来逼捐，不是来逼你做慈善，不是来干这种事情的，是来跟你一起来探讨未来你的企业要想赚更多的钱，我们该怎么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开源是手段之一，不是全部，也不是善良，不是去做善事儿。开源只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它会给你的企业带来更大的价值。除非它能够给你带来更大的价值，你才应该开源，否则你就不该开源。然后接下来我会跟这些企业在聊，说我们来设计一个叫做利益架构的东西，就是一旦你开源，就意味着有些钱你不赚了，你不开源的部分才是你赚钱的部分。那么你开源什么部分和不开源什么部分，就意味着你要设计清楚哪些钱你自己赚，哪些钱你交给生态去赚，哪些钱你就不赚了。这是利益架构问题。然后基于利益架构，然后再去设计叫做知识产权架构，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 license 去保护你的知识产权，哪些部分你申请专利，哪些部分你就不开放，你的知识产权架构讲清楚，最后才是系统的技术架构。这个技术架构把模块摘干净了，哪个模块拿出去开源，哪个组件拿出去开源，哪一个框架拿出去开源，剩下的不开源。这是技术架构。有了这三样，就是从利益架构到知识产权架构到这个技术架构之后，我们再来谈怎么样做好开源。这是一个基金会能够帮助企业想清楚的事情。但是说上来就是道德绑架，咨询的可以来去找我们。对，这个是我们基金会来做的事情。基金会不是跑上门来做道德绑架，说你就是要开放，你这么大个企业，你每年挣多少亿几万亿美金，所以你就应该要么花更多的钱去资助开源，要么你就应该把你的什么什么系统都开源出来，不是这种逻辑。这个逻辑其实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通过道德绑架来白嫖的逻辑。其实我最近在推特上，就像 Taniful 说的，我最近在推特上我戾气也很重，我跟好几个事情都在跟人争论。但是我之所以争论，其实就是在批评的是同一类态度，就是什么呢？好像你都是一家开源的企业了，你就应该怎么样？对，或者说你都是一家开源的企业了，你为啥还不允许你的员工做开源贡献呢？就我有个朋友叫温明，他的公司叫 API 7。就 API 7，但是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开源项目，名字叫 API 6，就 API 6，就是他的公司名字是 API 7，他的开源项目名字叫 API 6。然后呢，他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实习生，给另外一个开源项目在上班的时间给另外一个开源项目提了 PR，然后温明就跑到那个 PR 下面去回帖，就是说你们要把这 PR 关掉，因为这是他在工作期间提交的代码。这不对，因为员工在上班在工作时间产生的代码是公司资产，公司没派你干这个活，你就不应该到人家开源项目去做贡献。然后下面有很多开源人士、开源爱好者就抨击这种现象，就说你丢不丢人？你一家开源的公司，你丢不丢人？你都竟然阻止你的员工去做人家的开源贡献，你怎么样？但是这不就是逼一家企业要做更多吗？一家企业在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内做到它的部分，然后基于它的商业利益开源，对它的商业最有价值的部分开源出来，这是一个商业行为，这不是慈善行为。我们动不动就上升清楚的其实很难，因为特别像原来还有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做那种叫 open source 的，不是 open source，是那个叫自由软件 free。对，做这些人他们是属于原教旨主义者。对，我觉得你们俩说都很对，就是说，包括老张刚才说那个故事啊，就是那个开源公司的员工上班时间给另一个开源项目提交代码的故事。我们一个好朋友也是 BSD 的老早的，就是非常资深的 contributor， 人家底下就留言了说，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开源项目，他也会拒绝这样的代码，因为你这会给我的开源项目带来法律风险。其实你看那个 Oracle 和那个 Google 那个官司，就是说你这个 Java 里头有没有我们的代码，对吧？你用了我们 Java 虚拟机的代码有没有用？其实我在当年很早以前有一次，我有机会参加一个 Oracle 的项目，本来是 Sun 的一个输入法，
他们邀请我加入的时候，他们就说可能有点麻烦。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得签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文档，10几页。或者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 Oracle 虽然这项目是 Oracle 的，虽然是开源的，但是我们 Oracle 有很多法务要求，就是法律要求是不能错过的。我就还真签了一个，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不能被这种理想或者是道德绑架我们所有的意识形态。那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就是 Free Software 那帮人 ，OpenGL 就是这个 GPL 这帮人，他们从整个开源社区，从整个开源运动的兴起，他们创建了大量的思想和方法。但是我们也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第一，我是觉得很多人都没提过的哈，就是今天所有的开源协议在法律上存在，它是因为有版权法。它这个版权协议其实受就是这个 left 叫什么 right left 实际上是受这个是这么说的吗？要怎么说呢 ？copy left 对 copy left 实际上是受 copyright 保护的。是，就是如果没有版权法，其实你说我声明我是一个 copy left 的东西，其实法律上你可以践踏它。GPL 为什么能被保护？是有法律的。所以我就说，今天整个 free software 或者整个 open source， 它的基石其实是法律，其实也有很多部分是商业的。比方说，我们知道 SourceForge 它可能以前是开源的，对吧？但它失败了。GitHub 不是开源的，但 GitHub 成功了。那 GitHub 是个标准的商业公司、商业软件啊，对不对？那么反过来，我们今天用的所有商业系统，几乎都离不开 Linux 啊，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包括 XZ 啊，包括 OpenSSL。就今天这个社会，它是交织的。这两种，你说商业模式也好，意识形态也好，形式作为也好，他们其实越来越多是交融。我们谈怎么去合作，怎么互相不伤害，对吧？而不是说我们有了一个理念，另一个理念就要打死。这种戾气我是反对的，老庄的戾气我是很支持的。就这里头，这件事是有严肃的法律问题的，就是就整个社区里聊这个事儿的人，我觉得就是我那朋友，人家是 BSD 的这个提交者，人家可能比大多数人做开源的要早了很多很多年，人家明白这是个法律问题。你这么玩，其实对两方都有害，不是只对那家贡献了代码的那个公司有害，对吧？但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当你用非常严格的法律的这种许可协议来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让社区失去活力。因为呢，最近因为这个Twitter 的这个 Grok 开源，所以就有人想起来说，哎，马斯克你原来把 Twitter 的推荐算法都开源了呀，他到底有没有活跃起来？结果发现社区完全没声音，然后呢就去看所有给这个Twitter 的推荐算法提这个 PR 的人，就是每一个在上面提了 PR 以后。然后呢，这个 Twitter 的法务就冲上来说：“来，你现在要跟我签协议了，你一定要签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许可协议，我才可以去考虑是不是把你的代码拿回来去做审查，否则的话我连看都不看。”然后呢，这个事情就最后所以说，马斯克开源这个 Twitter 这个东西算开源的寂寞感，很多人觉得，这个你们怎么看？马斯克又不是真心想开源。他拿这种什么 CLA 把人吓回去，然后就意思就是说我都开了，我也在严格打引号的严格按照社区的规范在要求大家签 CLA， 但是我 CLA 长一点怎么啦？你不签那也不能怪我。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赚到了所有开源的名声，但是他事实上不需要投入任何的社区运营的力量。他不需要真的派人去维护社区，去 review 代码，去做任何事情。公司就剩1000多人，他拿什么人去维护啊？对呀。所以我实际上很不懂很多的所谓的马斯克粉到底在粉他啥，总觉得这个人又创新又开放又革命又怎么样。那还是个很好的商人吧，我觉得。对，最多就是一个很值得令人敬佩的商人，他玩的很多招都很高明，对吧？对。但是这都还看不穿吗？对，因为我去看了马斯克的那个开源的那个推特的推荐算法那个库，它最后的更新大概是9个月前的。它本来就不是贵了，它本来就这甚至说难听点，它就是一个政治宣传。它之所以是要开源推荐算法，最开始是有政治目的的。对，它是要去跟白左斗争的，就干这种事情。对，就是我觉得，就是马斯克这套恰好是被那些伪开源论者，就是说有人开源了就是好，但是代码到底什么样，然后协议怎么回事我都不在乎，有没有人去 contribute， 有没有人维护，他也不在乎的人，
这个就是道德高地嘛。其实包括 Grok 也，我没有细看啊，但是我看了别人的分析，说 Grok 要跑起来好像需要多大的硬100件万人以上。对，就是说这个级别的话，你说全世界能参与的所谓的个人开发者有几个，对吧？对，就是说，包括你有没有，你是不是已经在给它做压缩？你是放出来一个未压缩版，糊弄大家呢，还是说你自己实际上要用压缩版，对不对？这都存疑。所以我就觉得说，包括其实我觉得很多开源社区或者有开源理想的人，他没有很实际的去理解这个生态。就是其实我很多年前我一直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项目它能在开源社区火，它能给大家帮助，对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项目，就是比方说在中国推特上经常有这种劝人开源党，就是你发个 app， 你做个网站，人家就是问你开源了吗？就是这种，就是上来就问你的最终产品开不开源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这么说，就是说有很多最终产品是开源的这种公司或者是东西，但大多数时候，我觉得对社区最有贡献的不是整个一个产品开源，而是一个组件。很多时候，一个组件它更有通用性啊，你也能用，我也能用。我把我所有的业务逻辑都包在里头，我开源给你了，你就得只能做100%跟我一样的业务，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就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我们在 GitHub 不是有个参数叫 fork 嘛，对吧？大多数情况下，你要看你的东西是不是有可 fork 性，人家 fork 去回去干什么呀？对吧？你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你有时候就反而没有这个价值。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还是一直那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能唯什么什么什么，对吧？我一定承认开源很好，商业也很有价值，整个这个社会，它就是今天我们要说注释啊，Linux 绝对是注释，各种用的上亿安装的这些软件绝对是注释，但是同时 Windows 是不是注释呢？Mac 是不是注释呢？Intel 这种不开源的 CPU 是不是注释呢？都是，对不对？所以我们我就是还是那句话。第一，我觉得不要太戾气；第二，不要太为观念化，还是要实事求是的去讨论问题，去细节的分析问题。对 ，OK， 我们其实后面还设置了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开源与信任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从这个 Xday 被投毒这个事情开始说的嘛，而且他还用了一个很容易让人误解是中国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ID， 因为现在 ID 到底是谁，他到底怎么样，他再也没有说过任何话，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中国人，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思考说，开源这个东西它到底有没有国界？因为现在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地缘政治的东西掺和进来了，对吧？有很多的中国的项目或者中国的人吧，到国外去贡献了代码，那么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个以这个疑似中文名的这个 ID 去投毒了，那么这个会不会产生一些国家安全层面的事情？因为我刚才看有人在评论里也写说这是不是一个国家整个计划好的事情，对吧？但是这个我们肯定没有任何证据来去说是还是不是嘛。但是呢，这个事情肯定会让我们来思考说，到底会不会这次的事情会让这个大家在开源的里头是不是我们不要中国人的这个代码？因为这个是出现过的啊，因为比如说，Web3领域里边，他们是所有的美元基金，他们不投中国人的项目，然后呢，这个甚至他们也不要中国人的钱，你要是中国人的钱，你是美元的项目，我不要你的，对吧？然后呢，前一段时间还有我一个台湾的朋友跟我讲，说台湾政府要求他们在基础设施里面排除陆籍员工贡献的代码，就是你不允许是大陆的国籍，如果是大陆国籍，你贡献代码这事都不行，因为他也害怕说，比如说我们在他的电信系统啊，在他的各种系统里边加东西，因为咱们前面出过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台湾的这个应该是电视台还是什么的这个系统是由大陆写的，然后呢，他就在那个上面放电视的时候，底下出的字幕还是出的什么东西就被这个大陆的员工就给改掉了。这个事情咱们是真的看过的，对吧？那么现在开源了，对吧？而且这些代码其实是比较难以去找到 bug 的，或者说比较难以去识别的。那么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我可以另外讲一个故事，就是在去年1月份的时候，还出了另外一个开源投毒的事情，是有一个可能是美国用户，但他的用户名很像是一个日文名，
啊，他投的一个毒呢是投在了一个著名的一个 Node.js 里面的 npm 的某一个包，那个包代表的效果是可以用来特别针对俄罗斯的服务器，就是如果这个包在别的别的国家别的 IP 地址运行没问题，但是如果它监测到 IP 地址是俄罗斯的，它就会去删除那台服务器上的文件。是这样的一个投毒，也就是说是一个政治性的投毒。因为当时俄乌战争愈演愈烈，刚刚打得火热的时候，有很多的开源社区的人纷纷在社区里挂条幅来支持乌克兰，这也就算了。但是进而有更加激进的程序员直接就开始攻击俄罗斯的服务器了。然后这件事情呢，在社区里同样的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开源社区的人都在骂这个用户。为什么骂他呢？就是说你这样干不是所谓正义的，或者说是攻击了俄罗斯，阻止了侵略。事实上你败坏了整个全世界范围内对开源的信任度，因为大家都觉得开源不安全了，因为你能这样投毒，你既然能攻击俄罗斯，你下次就可以攻击别的国家，甚至你可以特定的攻击某一个公司，或者是特定的攻击某一类人，你都可以干，都可以做。那么这就太糟糕了。甚至有一个著名的机构叫 OSI， 就是开源软件促进会。这个开源软件促进会就是 open source 这个词就是他们定义的。就是开源就是他们搞起来的。他们专门发了一篇博客来批驳这样的现象，说我们要警惕开源武器化，就不能把开源当成武器。如果开源武器化，就像是在风中吐痰，有可能会回到自己身上。大概是这个，就是他这个比喻还有点意思的，就是说很有可能伤害到的是开源自己。所以我们说应该怎么样？应该全世界所有的开源人，第一，不要有任何国别的意思，也不应该有太多的政治性的倾向。只应该专注于技术，无差别的贡献，以国际化的，以这种国际主义的心态来做事情，不要把自己的技术，不要把自己的项目过多的渗入，或者说牵扯到政治斗争，或者说是国别斗争当中去，这是开源的主流声音。但是没那么容易的是，这件事情事实上政治就是开源很想洁身自好，就是开源圈里面的所有的主流声音都想洁身自好，都想是这个国际主义，都想是我们有一个纯净的技术乐园我们大家就只谈技术，不谈任何其他东西。然而事实上政治正在不断的侵入到技术，侵入到开源。然后甚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中国人当然有很多声音说我们要防他们，美国那边也有一些议员在说我们要拿这个东西干他们。我们要想办法把开源怎么样。比如说他们就对 RISC-V 非常的不满，因为 RISC-V 现在在中国用的非常好。对。然后美国的议员就会说怎么能让中国人用 RISC-V 啊？这不是就让他们怎么样了吗？对，所以说两边的搞政治的人，或者说关心政治的人都会去谈论开源的国别化，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但是我很悲观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几乎就是一个趋势，很难逆转。啥时候美国议会、美国国会就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就开始限制 GitHub 的上面的所有的开源软件出口，我觉得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限制出口是一方面，但是你比如说限制贡献，因为这一次其实是投毒嘛，这个比如说会不会说我们这个想限制贡献已经有了。GitHub 其实之前已经封掉了很多，当初就是俄乌战争一开始之后，他们就封掉了很多俄罗斯人的账号。OK， 就直接封掉了。然后很有些人被冤枉，他说我是俄罗斯人，但是我已经在美国公司在美国打工好多年了，我现在都不是俄罗斯人，不住在俄罗斯了，照样被封。有这样的人。是，那以后是不是开源要实名制呢？希望不要吧。这个，因为你在国内做开源基金会嘛，国内的开源平台上面贡献代码是不是要求实名制？不，你这个不要说开源平台，你国内任何的平台，你只要注册账号，有啥不是实名制的？你这，对吧 ？OK， 好吧，那我觉得也算好吧。这个至少在中国不会出现这个最后这个
假谈找不到的这个事情，对吧？啊，对，对，反而能找到人，对的。不，肯定能找，肯定不一定，不一定。实名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现象了。实名制以后，这个诈骗、网诈不是一样很昌盛吗？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用人盯人防守的方法来解决网络诈骗了，所以实名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是反过来，我说一点点稍微敏感的，但是我尽量克制着说，你们可以随时拉住我。就是宗教自由只有宗教自由不是对，宗教自由只应该有一个限制，就是应该限制那些限制别人宗教自由的宗教啊，这是我的观点啊。包括言论自由也只应该有一个限制，就是应该限制那些不让别人言论自由的人。那开源这个事儿呢，稍微有点 tricky， 就是说，如果你对吧，我就不细说了。但是我在想说，这个科学无国界这个事儿，在某些时间段，它可能确实会有问题。就比方说，这个核武器是怎么到苏联、怎么到中国的？这个现在一般的常见的说法还是认为，中间是有伟大的科克伯间谍的功劳的，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说苏联白手起家一点点把它研究出来的。那么，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在冷战的时候呢？美苏的这个争端啊，其实属于那种咱们要争，但是绝对不打的那种，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的，所以这个社会还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就像老庄刚才说的那个 RISC-V 那个事儿，一方面美国希望在芯片上，控制中国的这个不要达到这个某个程度，对吧？另一方面，RISC-V 这个事儿呢，它确实又突破了以前芯片就是一个硬件。只要我把这个东西进8筒，进了硬件，对吧？你就没法去搞芯片的这个事儿。那其实把这个事儿再突破，对吧？当然，我们知道别的芯片也有软核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 ，RISC-V 它是更接近软件的去理解芯片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吧？包括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呢，但是我总的逻辑永远是这样，就是这个世界它一定不会存在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现在你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机制，它都是博弈出来的，对吧？都是博弈出来的。就是说，你说我坚定一个信仰叫做科学无国界，那么你可能要谈在纳粹时期的这个德国科学家，有一些人是不是突破了一些底线了，对吧？他们做的有些事是不是对人类有伤害？但是反过来，等到2战结束以后，他们又被美国和苏联分别拉过去。造火箭去造核武器去了，对吧？这是另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所以我今天的任何一个观点都是说，每个事情它都不能完全用理论倒推，不能完全的把这个社会学上的理论当做定律，当做物理定理去理解，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就有点像什么呢？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他们就是几个，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现代方法的其中一个作者，包括这个。张亚勤，包括几个人的那个演讲，他们在说这个今天的 ChatGPT 还不是 AGI， 还不是 AI 的终极。其中有一个人说，这个我们这个理解不了这个 AI， 它是个黑盒子，对吧？我就想说，今天社会什么不是黑盒子？今天我们有这个社会管理，你一个公司管理500个人，你们老说奶罩不牛逼，管理500个人，这500个人不是黑盒子呀？你作为老板，你知道这500个人心里想什么了？那林奇老师是有亲身经历的，林奇雇了个 CEO， 这个 CEO 把他给毒死了，对不对？正常情况下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人类社会的每个单元都是黑盒子，对不对？你真的不知道，就是尤其是我们以前在谈开源 open source 的时候，有点像我们说中国互联网和美国互联网的纯真时代，没有坏人。虽然在互联网上你不知道谁是狗，但是都是好狗。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互联网上有人是恶意攻击者，而且他的影响力大到一定程度，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今天在 GitHub 上，你说有没有恶意提交者 ？XZ 这个事件 ，Hardbleed 这些事件，虽然我觉得从今天来看，工程学上你可能还是收集漏洞比埋漏洞更合算。你埋漏洞这个事儿真的很难，有各种方法去防着你，而且就像 XZ 这个事件，据说要触发它是非常复杂的，对不对？但收集漏洞
程序员写漏洞的能力可强了，你不用主动的去写漏洞，他们莫名其妙就写出了无数漏洞。所以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事情，可能在我看来都不能简单的一以贯之。这个世界怎么发展，就是包括老庄刚才不是表扬了下这个欧盟，对吧？我对欧盟也有微词，我对欧盟很多事情我是支持的，但是我又觉得欧盟很多东西比较独断，就是站在某种道德高标上，它就要怎么样。我觉得苹果不用 USB-C 就是污染环境，这个观点可能很多人都承认，但是也许这个世界从来不是这么运作的，这个世界是通过商业，通过自由竞争，去慢慢的 adapt 到一个更好的路径上去的。欧盟做的有一些我都是支持的，我不是说都不支持，但是就是在我看来，也许欧盟太觉得自己这个 God， 我在 play God， 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答案。可是我们今天看，我们对整个商业的理解，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我们对开源的理解，我们甚至对垄断的理解，其实在我看来都在发生变化。就是这个世界它是迭代的，它是慢慢进化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老话，不要理念性。今天，就要提这个词儿了。某国和美国的争端会发展成什么样，我是完全不能去预测的。所以世界会怎么发展，我也想不通。就是我头2天做了一个视频嘛，我就讲苏联的落后中间有一个点是比较少谈的，是苏联的科技走上了跟美国不同的一条科技树。我指的不是说那种宏大的科技树，不是说它失败的，而是说它也许做的也是对的，但是大家标准不同。在一个前竞争时代，就是苏联以前是一个不太竞争的时代嘛，因为他们自己是一套体系，对吧？但是苏联一旦变成了一个全世界，大家就是苏联一旦解体吧，俄罗斯就会发现，你还能不能生产老产品？你如果想卖到国际市场上去，你就得尊重国际市场的标准，对吧？就这个世界有点像中国老词儿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谁知道未来是个什么趋势呢？我觉得现在说不清楚。对。OK， 了解。因为比如说国内的一些大的支持开源的企业，如果他说我到国外的这些开源社区去捐助，然后去提供代码去给钱，现在呢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国内其实最愿意在这上花钱、最支持的其实是华为。比如华为说，我今儿愿意贡献一堆。最敏感的也是华为。这个华为在开源领域的贡献都是我指的不是开源，我是说在整个社会舆论上，就是世界舆论上，华为就是被。我们今天聚焦在讨论开源部分嘛，对吧？对。比如华为有没有出去说我愿意给钱，然后说我不要？我觉得华为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老词儿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公司真有钱了，对吧？就有些事情 behavior 的也非常不错，对吧？就这种感觉。其实是这样，就是发生过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很迅速的被纠正了，就是当初这个美国就在519，就是2020年吧，还是2019年，2019年的5月19号发了一个禁令，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之后，其实当时在开源圈和技术圈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呢有些正面的事情是像 Linux 基金会和阿帕奇基金会迅速的就发表声明，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跟我们没关，什么开源软件出口这件事情我们早就合规了，肯定是可以用的，类似于这样。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比较算得上是丑闻的是这个 IEEE， 一个就是国际电气工程师协会。他迅速的终止了华为在这个电气工程师协会的资格，就是当然华为是交了会费的，交了高额的会费的，他终止了华为的资格，禁止他这个去做什么论文评审啊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别参与了。但是大概没过1个月还是2个月，又恢复了这个资格，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经过跟所有法律方面的沟通，认为这件事情不需要封，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封。但是呢，为什么说丢人呢？就是说他们的法务其实不强，所以他们才会做一个保护性质的暂停，就是说我为了防止我的 IEEE 被美国政府给搞，所以呢，我就先把华为暂停了。后来发现没有违反这个任何的美国法律，所以我又恢复了。也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国际协会、开源组织到最后其实都没有对华为有封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有意思的动向是。Linux 基金会下面，首先 RISC-V 基金会已经迁到欧洲去了。就我不要在美国，
因为美国的法律很有可能会敌视中国，或者说至少它会限制我作为一个 Linux 基金会的国际化的方向，所以它会把一个子基金会迁到欧洲去。而且据我所知 ，Linux 基金会下面的其他子基金会也在琢磨这事儿。要不要签？包括整个 Linux 基金会已经有了一个欧洲分部，就是 Linux 基金会是一个大基金会，下面很多子基金会，有些子基金会已经迁过去了，包括它的总会，就是 Linux Foundation 也有一个欧洲分部了，也就是意味着 Linux 基金会它自身就在考虑尽可能规避美国法律的异常变动，以避免什么什么后续的问题。从整个的开源圈来说，一个共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开源的国际化，尽可能不要被地缘政治所影响。实在不行，我搬到那些更加中立的地方去。对，这个也算是一种处理方法吧。然后讲到欧盟呢，其实很多欧盟的政策也是会被我们去看嘛，因为现在的整个互联网行业里面的大趋势是，可能绝大部分的顶尖互联网公司都是美国公司。然后呢，再剩下这个零敲碎打的是中国公司，然后欧盟呢，作为一个说我只能用，而且还真的是要把所有的数据、所有的服务都架设在这些中美互联网公司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它除了立规矩，它也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以做，对吧？我只能说我把规矩定好，然后你们照我规矩来，然后别坑我，对吧？它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这种应激保护的一个方式。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都不是他们家的。对，其实我们今天知道的很多思潮都是来自于欧洲，比方说这个标准化思潮，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标准化它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东西，实际上它是法国人先搞的，而英国人还不乐意玩，你知道吗？英美到今天，你知道英美的这个磅啊什么的，这个英尺啊这东西，对它其实当然我这个稍微偏题啊，但是其实它是有哲学上的分野的，就是英美它有那种保守主义的，就是说我们不要随便变法的这套逻辑在里头。是这个欧洲人呢，当然欧洲人也分很多种啊，就是以法国人为代表的这个比较左派的一些思维。虽然我觉得从人类的思想根源上都是资源，但是有的时候呢，不知道谁走得太偏，有时候就是这不好说。其实包括美国也在内，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TikTok 有一些问题，对吧？就是美国，就是我们今天的互联网的很多的就是理想主义的东西，其实也来自于美国政府以前对互联网也不怎么管，也不太懂。中国政府以前也不太懂，欧洲以前也不太懂。说句实话，在最近这几年，或者说10年前吧，可能整个互联网实际上是在很多种法律的蛮荒之中，包括我们知道很多咱们知道的一些中国企业、外国企业，它甚至可以说是在钻各国法律漏洞，去获得一些超额利润，对吧？但是今天呢，互联网已经严重到了，它已经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注食了，所以这些国家都开始再去关注，但是大家有不同的逻辑、不同的思维，中美欧这3个思维其实不一样，但是也在互相学习。就刚才有人说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好嘛，对吧？3个也有时候互相学习缺点，有时候互相学习优点，这个我们也说不好，对吧？就这种情况都存在，都存在。了解。我觉得这个关于开源与信任的问题呢，再往前聊，估计就没法弄了啊。这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是在大模型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跟老庄当时我记得是在你的一个酒店里头，我们俩录了一期节目。当时呢，我们在去讨论一个问题，说大模型会不会杀死开源社区的问题。然后呢，现在这一期到现在，我估计也有1年多的时间了。对。然后呢，这个我们想一想，说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对吧？我们稍微简短一点，因为已经快2个小时了。对。我确实我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是比较偏悲观的，因为觉得整个的互联网的这个AI 入侵之后，我们会担心一个事情，就是社区会变得缺乏交流，因为大家就直接 AI 来 AI 去了嘛。但是现在呢，我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说我这个稍微扯远一点，就是说未来人与人的竞争不再是我跟你的竞争，而是我的 AI 助手和你的 AI 助手
甚至是我的智囊团，我那智囊团里面好多 AI 助手呢，他们互相还聊呢，他们互相之间还形成了一个 agent 网络呢，然后他们给我提的建议，形成了我加 AI 这样的一个组合与你加 AI 这样的一个组合之间的竞争。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助手，每个人跟自己的助手都有一个长期的合作，甚至是适应，甚至是互相理解，最后形成某种默契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像是我带着我的数码宝贝去战斗，我随便一召唤就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跟你的那个数码宝贝一起来打，然后我们是一个组合关系。在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人的能力都会被增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参与开源的人的总数会变少，但是参与开源的人的每一个单兵的战力都会增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开源不会像我们之前所预测的那么快的去衰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除了在谈到说人加 AI 这样的一个单兵战力增强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开源社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环节，可能原来是人在做，接下来可能是用某种 action， 或者是某种 AI 的 action，或者是某种更加智能的一个什么什么工具就给它做了。那么也就是好比说我们说一个工厂，原来这工厂里面堆满了人，每一个工序每一道环节都是人在做，一个一个环节，甚至从这个环节搬到下一个环节也是人在搬。但是这个工厂人会逐渐的变少，有些环节就会被替换掉，然后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无人工厂。这个无人工厂只会有一个小房间，里面还坐了2-3个人，这些人制定生产计划，然后整个工厂就没人了。那么我们在开源社区里面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开源项目本来可能需要几百几千人开发的，每个人都在里面吭哧吭哧做各种脏活累活，但是在未来可能这每一个开源项目可能只需要2-3个人。这2-3个人呢，他们之所以还需要跟人聊天，是因为这个时候跟 AI 聊其实聊不出太多的好的方向来，所以他们需要跟人聊。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做出来的开源的代码、开源的组件本身也还非常的有高品质。这个时候我们说整个开源生态需要人的数量会变少，但是每一个开源软件的质量以及它的安全性可能反而会增强。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推测。谭立富，你有什么想法？很多点我都很同意老庄，但是我觉得这个结论我是不同意的。我是觉得开源可能会更兴盛，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一个叫 Sono， 对吧？那个老范说这个很难听，是很难听，但是能作曲能唱歌。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我终于可以写歌了，对吧？就是我以前可以写歌词，但是我不能写歌，因为我不会作曲。歌词嘛，就是长短句嘛，或者你按诗那么写，或者按词那么写都可以写。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科技的进步永远都是像老庄刚才讲的，提升人的单兵能力。以前一个人种地能种多大的地，对吧？你有了牛，有了犁，你能种更大的地；有了拖拉机，你能种非常吓人大的一块地。就像刚才讲的工厂也是，就是说以前工厂的每一个最辛苦的环节都是你人亲自的去干的，但是随着机械化的前进呢，最辛苦最繁复的工作，就是我觉得最近大家在谈 AI 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哲学家的玩法，就是动不动老想着 AI 已经彻底把人替换了会怎么样。即使我们从所有的行业去看，从所有的科技发展史来看，它一定是逐步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是产生最大价值的。就是说有了汽车，对吧？人也不是还要开吗？到了这么多年以后，汽车终于开始有自动开的倾向了。但是你说汽车发展史这100来年，它没有意义吗？它非常有意义啊，对不对？它创造了无数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今天包括刚才开源这个老庄说的，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其实开源里头有没有很多非常枯燥的、无趣的，包括我们传统软件开发里头有没有非常枯燥无趣的内容？现在能不能用 AI 来做，对吧？比方说头2天这个，我们云峰哥说了一句话，说你的每一个依赖你都得去看一下代码，
像我这种一天写1000行代码的人，不看依赖我就没法活，对吧？然后一帮人就嘲讽。但是其实你可以想想，以后，对吧？以后我们每个人有一个 AI 助手，我在引入一个新的依赖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风格让这个 AI 助手去扫一遍这个依赖，把他查看到的一些信息告诉我，让我来有一个总揽全局的感觉，对吧？或者包括举个例子，我们在挑开源项目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基准，对吧？比方我们今天要实现一个 JSON 的解析，对吧？我们可能会想，你这个库3年没更新了，我不敢用；你这个库 contributor 只有3个人，我不敢用，对吧？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 AI 去筛选，对吧？直接筛出一个各种参数都很好的，甚至包括我可以用一套攻击算法，自动攻击算法，就是攻击一下这个 JSON，看它安全性行不行。就是我们行业里头有无数的枯燥的工作。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人类的生产力被提升，其实应该把我们越来越往创造性、越来越往决定性的那个方向去推，而所有的枯燥的、无意义的，往这个机器那边去推。有一天，假设 AI 突破了 AGI 的这个起点了以后，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今天不太用关心这件事情，先关心切切实实能让我们挣到钱的事情，是这些事情。当下的 AI 能干什么，对吧？对，那么你们这个老庄的观点是说 AI 会对开源社区造成影响，人更少，质量更高。然后呢 ，Tinyfu 的观点是这个 AI 可以让这个开源社区没准还会更活跃一点点。那么我呢，其实最近我做最后一句就是说，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趋势，就是 ChatGPT 的出现，让很多以为编程是一种 magic 不敢碰的人敢碰了。对吧？就很像 Sono 这个例子，你说吧。对，然后呢，我今天给一些这个完全反面的这个观点嘛，就是我还是觉得 AI 有可能会把彻底开源这个事情干掉。为什么呢？是这个，其实我们看到3件事情啊。第一个呢，我们说我们预期开源或者不是预期 AI 也好，机器人也好，会替我们去做这个很多脏活累活，然后呢，我们去诗和远方。结果现在实际上是 AI 去诗和远方了，他去写文章、画画、写音乐去了，然后呢，我们去干那些他妈脏活累活去了。这个事情其实跟很多人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大量的 AI 的开源的东西，起码包括这个 Brook 啊，像什么维基言啊这些东西都是开源，但是他们看出来的东西其实跟原来的开源已经不是一回事儿。说我让你使。然后你拿这东西其实没法改，也没法使用这东西的。我们今天说这个 MZ 里去这个被植入了病毒码或者植入了恶意代码，你拿个这个大模型里头有没有打说不清楚，连他妈自己做这个系统的人都说不明白。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可能就不要开源了，是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我让网上那么一点，这是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很多的 AI 在追求什么东西，在追求叫端到端，就是我这头出一个需求，然后那头直接结果，对吧？在这样的一个追求下的话，可能未来就是没有人参与的机会了。有人说我这里好卡，对，声音变得很差，这个也没有任何办法。我估计咱们可能还开的时间有点长了，这个差不太多了。你在我这儿现在好了，刚才是挺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3个原因呢，我是对于这个AI 杀死开源，它有可能会孵化出一种新的东西来，但是呢，可能还是把现在的开源彻底干掉。因为特别是端到端这件事情，我们以前之所以让 AI 参与到我们的编程来，是因为它写的其实还是一个模块，但一旦是端到端的话，你刚刚说到有光有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变成什么？就是中间的过程会变成黑盒子，对于我们来说也会变成黑盒子，你就没法再参与中的某一部分。我先说一下反对意见啊，我其实一向认为就是说，科技的进步它不会带来这样的一种结果，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说 CPU 的核心元件是什么？是宇飞门。也许再过个30年、50年，我们可能会认为任何一个计算系统它最核心的是一个 ChatGPT 的这个一次访问，一次这个就是说。你知道宇飞门在干什么吗？90%的人其实不知道，
我们知道也仅限于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原理，我们也不会汉语飞门，对吧？我们也不会芯片布线，就算我们看再多的科普文章，我们实际上也只是粗通。其实我就是说，这个社会上一直都存在黑盒子，就是黑盒子这件事情不应该成为大家的恐惧，而是说我们怎么去对黑盒子的输入输出进行管理，让它有一个稳定的输出结果，然后它就可以在我们的大规模工程里用。其实包括电子啊，很多人其实不太懂电子，咱们的这个年纪都还知道一点电子，对吧？其实电子系统并不是让大家想象的每个元件都很可靠的工作，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大规模电子系统就要考虑说，有一些零件出了问题以后，这个系统怎么工作，对吧？就是一个二极管都有可能不是一个稳定的黑盒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建立在好像每一个元件都会100%工作的。什么今天大家相信什么草台班子这种屁话，对吧？那如果这个世界的结果是好的，我建了一个楼它不塌，那它就算草台班子又怎么了？你非得每个砖都跟大理石一样结实吗？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就工程上本来就是有各种 balance 或者各种预期的，对吧？各种可靠性的预算的。就是我们确实是，其实因为我们都是程序员嘛，我们其实是通过软件工程的方式呢，尽可能的让每一个人可以在他的理解范围内去处理代码，这个是一个处理方式。因为我们甭管说芯片也好，还是软件也好，你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一大堆开关。这个开关有1个的时候它没 bug， 开关有10个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认真一点也行。开关有100个的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好一点程序员了。当你开关有100万个、110个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变成黑盒子了，对吧？你没法去确认说这个110个开关都是同时正确、同时错误。然后呢，当以前我们是尽量把它分割、切割以后，说 OK， 这100个你去研究一下，那100个你去研究一下。但是当 AI 说我彻底端到端了啊，我这个不再去考虑原来的什么软件工程、软件架构，因为软件工程、软件架构基本上是人跟人之间协作用的，它对于软件本身运营来说其实没什么效果，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说 AI 我不考虑这事儿了，我就生干了。那么它再写出来的代码可能就是一个函数10万行，因为咱们以前是不可能说一个函数10万行嘛，你必须要把它拆好，然后才能够去复用，才能够去有可读性什么这东西。AI 说我不考虑这问题了，我就一个函数10万行。然后随便勾图来勾图去，那么至于它不用10万行，它任何一个函数，比方就3行，叫做 import 一个 model， 这个 model 用10亿个参数，然后 run 这个 model， 你已经不懂了。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人能理解一个 model 里头的这些数字在干什么。它已经是黑盒子了嘛。但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道理，那你今天能理解老庄到底在想什么？你也理解不了啊。那你不妨碍你能跟老庄开公司啊，或者是咱们合伙做一个生意，或者咱们做个开源项目，对不对？我想引入另外一个讨论啊，因为前面其实体现了，就 TinyFold 其实体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技术乐观主义。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朋友是玩改装车的，但是他跟我讲，反复跟我讲，因为他每次跟我讲改装车的时候都会讲，我同时要改装的是动力和刹车系统。我不能够只把动力增强而不管刹车，因为太危险了，对吧？是。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说这个世界科技在发展，它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强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刹车系统在哪？它有没有能力把车刹住了？如果没有能力刹住，而它的速度现在又越来越快的话，这个风险有可能就会变到我们无法承受。所以我又回到我之前说，我同意欧盟。为什么？在欧盟在这件事情上面，它也是非常的关心所谓刹车系统的。无论是在这个信息安全、个人隐私，还是在 AI 治理方面，它不断的在出台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在做什么？它其实就是在打造刹车系统。哪怕我们说现在这个刹车系统明显跟我们现在的动力系统不匹配啊，越是在做动力系统的人都会很讨厌刹车系统，说你怎么阻碍我前进啊？但是你要理解刹车系统存在的价值，它就是阻碍你前进的，它就是干这个的。对的，它就是干这个的。你讲完了，我要反驳你。最后一段话，就是说，无论是动力系统还是刹车系统，它都可能会出 bug。但是我们都需要去修复它的 bug。我们不能够说因为这个东西有 bug 我就扔了不用，无论是动力系统有 bug 我就扔了不用，
我就回到原始社会，我就这个男耕女织，这个老死不相往来，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非技术，也不是说我就不要法律，不要治理，我就只要有多快跑多快，这都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我都需要去均衡的，不断的去修复 bug 的方式去发展它。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动力和刹车的关系。我首先啊，我先要反对一下这个比喻啊，因为动力和刹车从来是不冲突的，因为你不管怎么刹车，这个它的输出动力只取决于你到底挂了几档嘛。实际上你只是把这车停住了，你并不能阻碍发动机啊，你不是从发动机里减油啊，所以这俩其实不冲突。第二呢，你说的很对，就是有什么样的动力，我也非常同意。但是我倒觉得你刚才想表达的那个比喻里头，更像比方说动物会不会长到像鲸鱼这么大？陆上动物没有，对吧？很大概念它是一种物理条件，就是说你需要的能量太大了，你根本撑不住，你也站不住，海里就能站得住，更像这个东西。我不反对欧盟去刹车，但是我很反对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刹车乐观论。我确实是技术乐观论，我也认为应该有刹车。我恰好认为问题出在设计刹车这帮人太乐观了，他以为他刹得住车，他以为他做的是正确的方法。我觉得这才是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说科技进步是没有错的，也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你人怎么去 handle 这个科技进步。就比方说你造核武器出来这件事情，你是不可阻挡的。人类到了某一种科技能力，一定会把核武器造出来。问题是你能不能有责任的不乱扔。这是这几十年人类在学习的一件，这50年人类在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科技进步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点，确实是这样，就是人类是不能预测它的。就在核武器出现之前，没有人知道人类的武器系统有一个东西可以同时杀死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而且我们还要去研究出一些策略来去控制它。我担心的是说，你用一种热兵器时代的思想去试图控制核武器。就是我们今天去回顾历史，你们可能会知道，这个比方说博弈论啊等等，它很大程度它被大家去不是吹捧，就是说被支持，或者这个东西被发明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苏冷战。就是在以前的很多领域里头，其实谈不到博弈论，就是热兵器战争打来打去就那么回事儿。包括现代军事战法里头，比方说，这个刚刚发明这个机关枪的时候，一战为什么很残酷呢？就是当时所有的军队的人讨论战法的时候，是没想到机关枪战壕战有这么残酷，有这么厉害。他们想象的就是我们原来是个冷兵器对战，大家各打一轮就再说，对吧？谁知道有了这种屠杀性武器以后，你用原来的这种战壕战，就直接死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甚至现代的战争都没死到这么多人。就是上咱们跟那个谁讲的时候，你记得吧，老范？就是我恰好认为的是说，包括我为什么反对这个马斯克的有一些观点，就是在这个上一次 OpenAI 这个观点上，就是说你不能在一个科技发明之前完全理解怎么去控制它。这个是我科技乐观主义的点，就是说你不能因为说我担心它，我就试图用一个老方法去控制它。人类没有这样能力的预见性，人类必须得边在刀尖上跳舞，边想办法解决在刀尖上跳舞的问题。人类一直都这么发展的，人类的重大科技进步都是灭国级的。就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觉得是一般人在科技发展史上不太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那个爱尔兰土豆危机。按理说你把土豆这种丰产的东西送到爱尔兰，让爱尔兰人民吃得饱穿得暖，这是任何历史上都觉得好事儿。结果他妈一场土豆危机把爱尔兰灭国了，灭了一半的人口，而很多人都移民出去了。就是说，但是你说土豆有任何错吗？我们今天谁不爱吃土豆？这不是土豆的错，是说你人类在当时还理解不了这样的丰产作物同时可能带来广泛种植一个单一丰产作物造成的巨大风险。但是你说我们就不推广土豆了吗？不推广这些东西？当然不是。所以我觉得人的，就跟我刚才讲的说，人的问题都是不能一劳永逸解决的。我不是反对欧盟去试图解决问题，而是我担心欧盟 play 错了 God。就他想的可能是对的，这个目标可能是对的，但排错了，这是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觉得呢，我总结一下关于欧盟这个事情吧。
他想去造刹车这事儿没毛病，但是呢，你要想清楚，就是刹车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我刹车盘变到多大以上它就安全了，或者刹车的力量到多大以上就安全了。就是刹车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当你到了一定程度以上以后呢，你的安全系数会上升，对吧？不是一个绝对值，它是一个概率会上升的一个情况。而在最后呢，我们其实这个发动机到底怎么走，或者路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其实是一个随机混沌的状态，你都有可能会遇到，有可能遇不到。而人类其实真正能够学到的东西，永远是说到刹车，我再给你们讲个有趣的故事，就那个转盘锯啊，转盘锯是伤人最多的一种发明，对吧？但美国现在有一种发明是说，一旦感应到了人体电流，就你的手碰到那个转盘锯了，然后那个锯会自毁，它其实是自毁，它把自己给崩碎了，所以它就砍不到你。他有人做过实验，就是那个最大的伤害就是一个香肠都不会被切断，只会留给小痕迹，就是那种，就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刹车就跟刚才说的刹车完全不同了，思想就变了。有的人说你要想解决未来的科技带来的这种起点问题，你可能不能拿老方法、老想法去解决问题，你可能要不断的 adapt 这个问题。对，OK， 我觉得你说，同意。是需要有新的方法才能够解决的。对，而且很多东西真的是要在挫折里边学习。对，没法预见的。OK， 我们也2个多小时了，然后我觉得这一次还是蛮开心的。然后后面我们可能经常可以组织一些这种讨论，然后你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到我的频道里来讨论来。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老庄要多录节目，多参加节目，如果不自己录的话。好啊，没问题。你们叫我就可以了。是。好，那这样，再见。好，拜拜。今天到这里，再见。拜拜。